6个世纪以来，根特祭坛画经历过焚烧、伪造和劫掠，在3场战争之中，事实上它堪称世界被盗艺术品之最。他在诉说着一些秘密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秘密。1934年，比利时根特市的警察得知这组祭坛画中的一块，就是前后2部分裂开那块，突然不见了。警长调查了案发现场，但他认为与之相比，发生在一家奶酪店的盗窃案更加紧迫。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方收到了12封勒索信，盗贼甚至还还了一半画屏回来，以此来展现善意。同时，艺术品修复师 Jeff Van de Weken 复制了另外半块，用于在真迹被寻回前代替其进行展出。但是真画再未现实，有人怀疑这位修复师参与了盗窃。勒索失败之后，他就在原作上涂涂抹抹，把它当成复制品献于人前。但数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确切答案。6年之后，希特勒计划修建一座宏伟的博物馆，但错过了他自己最渴望的宝贝——根特祭坛画。随着纳粹军队一路猛进，比利时领导人将祭坛画送往了法国，但却被纳粹霸占了，并搬到了一座盐矿中。这座盐矿被改造成了艺术品仓库，存放着6000多幅偷来的艺术品。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时，一位纳粹军官决定，他宁愿炸毁这座盐矿，也不要任其落入同盟国手中。事实上，同盟国中有专门的古迹卫士，保护文化珍宝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当时有2名卫士驻扎在离盐矿570公里处，其中一人牙疼起来。他们去看了当地的牙医，牙医提到自己的女婿也热爱艺术品，还带他们与之见了一面。为什么发现这个人其实是纳粹军队的前艺术顾问之一？现在在东躲西藏。出人意料的，他对卫士们坦白了一切。古迹卫士制定了一个艺术品拯救计划，当地的敌军秘密抵抗组织推迟了盐矿炸毁时间，直到卫士们赶到。在盐矿中，他们发现了祭坛画混在其他世界珍宝当中。根特祭坛画因其中心主题又名神秘羔羊的崇拜。它由12块画屏组成，刻画的是圣经故事。它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之一。自1432年扬凡艾克于根特市完成创作，这幅画立时便获得欧洲画作之最的美誉。数千年来，艺术家们使用蛋黄中的粉末填充剂做成的淡彩涂料，创造出鲜艳但不透明的色彩。根特祭坛画是第一幅展现油画颜料特性的画作。得益于这些特性，Van Eyck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画作中展现光线和动作，有时他用细小如换帽的刷子来完成这些部分。通过刻画如根特式地标、植物学属性清晰可辨的花朵和栩栩如生的面孔这些细节，这幅祭坛画开创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先河。但是2019年完成的文物保护工作发现，几世纪以来人们所看到的这幅画其实是改动巨大的修改版。由于大量修复，多达70%的部分被掩盖了。当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去除重绘的画层，除去清漆和污垢，他们看到了鲜艳的色彩和长期被掩盖的完整建筑物。其他的细节则更令人不安。神秘羔羊的4只耳朵困惑了人们很久，但是文物保护团队揭开了谜底，原来羔羊的第2对耳朵其实是原画重现，新画层褪色后显现出的下层画痕的重影。修复人员曾用他们认为最好看的版本在原本羔羊上面重新绘画。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去除了复绘层，发现原本羔羊酷似人类。他们还最终判定出 Van de Weken 是否还回了1934年丢失的画屏，并没有。那块画屏被证实为仿品，也就是说原作仍下落不明。但还有一个终极线索，画屏盗窃案发生1年后，根特的一位股票经纪人在其弥留之际，透露了一张未寄出的勒索信，上面写着：这块画屏安放在一个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将其取出的地方。
一位根特侦探仍受雇调查此案。但即使每年都有新的消息传出，这块画屏仍未被找到。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